只慌乱一时，我的过去式。喜欢欣赏，讨厌崇拜，自信才是我的进行时。你的电话响半天了，我正要替你接呢。不怕不怕，把眼睛瞪大，像那张墙上的。喂，没有忘了今天晚上的事情吧？播客的演讲嘛，哎呀，我弄不到门票。不过我待会儿准备到现场去看看情况啊。正好我这里多了一张，你要吗？我要。那好，今天晚上7点钟我们准时见面。走吧。是不是只能咱们俩去？能不能再带一个呀？可是我只有2张票啊。还有谁啊？本来我是想叫上我男朋友一起的。哦，那这样吧，把我的票给他。那怎么行？不行不行，只有算他没运气喽。你不知道，我问了好多人都没办法，我都做好准备，要么呀就在门外偷听，要么就溜进去看。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找我呢？喂，程默，我今天加班，可能会晚一点，我晚一点给你打电话好不好？拜拜。走吧。坐会儿。啊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？当他说到美联社派出了至少50名记者到前线报道这场战争的时候，他的眼神落在了我的脸上。哎，真的落在了我的脸上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他的表情，他的眼神。天哪，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的座位会离他那么近。哎呀，我也完全没有想到，今天晚上我的身旁坐了一个疯子。今天晚上的疯子肯定不止我一个。没错。等会儿打算去哪儿啊？回家。回家？那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坐地铁就好了。哎呀，看见你今天晚上这么激动的样子，你难道就不想找一个人跟你交流一下心得吗？嗯？那好吧。我还以为这儿要弄到12点呢，还好。拜托，要不是我帮你啊，12点1点你都弄不完啊！我不是答应过要给你洗今儿的衣服了吗？还要怎么样啊？就今天啊，要连续2天，哎，门儿都没有。以后想不想我帮你啦？不可能。哎，甜甜，我特想知道为什么你一见到布克，你居然会激动的流眼泪。我想到卡帕了。我想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一定跟布克一样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平凡的老人。在街上遇见他的时候，谁会想到，他就是那个永远站在战争最前线的新闻战士呢？英雄会老去，凡人也能拥有英雄情节。那就是说，如果今生你干不了战地记者的话，你也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无光喽？
你知不知道？当我听布克演讲的时候，好几次脑子里浮现的是我们主编的样子。我在想，如果每一个人去谈一件让他为之付出一切的东西的时候，都会是布克的这种模样。布克的演讲告诉我，要认真地做好眼前的事情，用自己的方式去向偶像靠近，向自己的理想靠近。你就不用下车了，今天谢谢你啊。你一晚上要谢我多少次啊？那我觉得谢谢的分量不够嘛。哦，那我可不介意你谢的再重一点。哎，今天你听那个布克的演讲，看你激动这样，恐怕晚上睡不着觉了吧？行了，赶紧上去吧。拜拜。加班累不累？有什么累不累呀？反正都习惯了。几点回来的？我忙完大概10点多了吧，然后回到家都12点了，我就没给你打电话。沉默。